小心！好强的道士！刀鬼许流云，纸伞鬼苏沐雨。许多年前，我们见过一次。是啊，只可惜当时虽然相见，但没有机会与你一较高下。如今在这天启城相逢，也可了却当年的遗憾。你要与我一战，为何？受人之托，在此处等你们。你身后的那个医者，他的性命今天要留在这儿了。堂堂男爵刀鬼，居然被天启城的势力所利用，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你我不过都是别人手中的刀剑罢了，你们暗河不也一样吗？如今的我们已经不一样了。神夜，一会儿在我们对战之时，想办法离开。男爵的刀鬼，我听过他的名字，听说他的实力已经和刀仙无异，但因为行事太过诡谲，而无法入列刀仙。你千万小心啊！放心，没问题。既然名作纸伞鬼，那就送你一柄渡鬼吧。转身！你没拿伞，便用不了18剑阵，毕竟那才是你最得意的杀人之术。我用春雨剑法，亦能杀你。我明白了，你想摒弃你身上的那些印记，比如纸伞鬼的称号，比如18剑阵的绝技。那你知道，一个杀手什么时候将会迎来自己的死亡吗？那就是，当你心里不只有杀人这一件事的时候。当成一个拖后腿的。我终于明白为何你只是刀鬼，无法成为刀仙了。哼，只要能赢，称号又算得了什么？斩马刀斩神，雁翎刀杀生，妙刀渡鬼，借刀灭佛，金环刀戮身。哼！无论你是神佛鬼仙，亦或是人间至圣，皆要死于我的刀下！哼！
你放心打，打死他！什么？我知道你为何要用这么多把刀了，因为你无法将任何一把刀都发挥到极致，所以你只能同时使出它，来掩盖你的弱点。你说的没错，但我会在你斩碎最后一柄前杀了你，直三鬼。如今我和昌河执掌暗河，你应该尊称我为苏家主。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ll.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Do you believe? Would you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深夜，师父，保护之血。疗前有一个绿色的药瓶，拿出来能保我一命。你放心。深夜，废物，白耗我许多真气。不出剑，仅凭一身剑意和剑气就能杀人。看来苏家主对那女子很是在意。你对你徒弟倒很是无情。如今他已经动弹不得，而且随时都可能会死。你若是再想护他周全，可没有方才那么容易了。为何一定要杀他？他明明是与这些是非最无关之人。那将其卷入这些风雨的苏家主，会感到愧疚吗？走起，道学之战！破我的刀虚之阵需要时间，你等不到他了，死吧！竟然强行破阵救他！你若是肯舍弃他，便不会受此重伤。任何的加入都没有意义。但最后赢的人，终将是我。这把刀
是我32年前初入江湖时花2两银子买的，期间断过3回，修修补补放入刀匣16年未出。如今再次出匣，就能斩获苏家主的大好头颅，也算是他的幸运了。斩我大好头颅！你刚才为了救那丫头，硬扛了我无数刀气，已然受了极重的内伤。1炷香之内，你若再运功，不用我出手，你都会经脉寸断而亡了。苏公子，屠二爷，苏公子，别老叫我屠二爷了，叫我屠婉吧，你我可是朋友。你抓紧时间调息，我替你争取些时间。1炷香的时间，我想试试。你想救他？是，我要救他。就凭你，以你的修为，还不到金刚凡境吧？哼，被小瞧了呀！能跟苏公子拼到这般地步，想必你也是强弩之末。或许现在的你，还不如一个金刚凡境。既然求死，那便赐你一死。止！如今只是一个药人，便足以让我落了下风。若将药人组成军队，那琅琊王势必不会是永儿的对手。只是这个叶押，真是完美。可惜呀，可惜。叶押先生在可惜什么？可惜这么完美的药人，我再也复刻不出第2句，别人都不如他。会有的，毕竟天启城中还有许多好的苗子。今夜这月适合死人呢。快走！苏公子，1炷香的时间可还没到呢。你做的已经足够了，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我来这天启城已经有些时日了，听说过你的名字，千金台屠二爷。你们千金台的人，也肯为所谓的朋友付出生命吗？为什么我是屠二爷，就不会为了朋友而死呢？那如果我是屠婉，我会为了朋友而死吗？男人若遇心仪女子，
只一眼便可一生不忘，那叫一见钟情；而我们男子，若欲以男子忽绝可付之真心，那叫一见如故。我与苏公子，便是一见如故。好一个一见如故！苏公子，我武艺不精，只能行至此处。为何一炷香的时间，明明还没有到？因为我是苏沐雨，暗河的苏沐雨，所以我总是比其他人想象中的要更强一些。也罢。本来打算去越方的，突然感觉到你们这儿有强烈的杀意，当时我转头就跑了。我一连跑过了3条街，我还是想着回来看看，但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直到对方对我拔刀的瞬间，我忽然就不害怕了。或许我以后会变得像我大哥一样，肥头大耳，一线就长。可现在，我还是涂婉，是可以为了朋友而赴死的涂婉。多谢。今日恩情，木一定铭记于心。我现在神医会去疗伤，这里便交给你了。啊，放心去吧。这本古书似乎与药人之术有点渊源。这药人之术落入药王谷手中，若能得到药王谷神医的帮助，兴许能出窥其门径。进来。云姑娘，我派你潜入副统领府金吾卫中，你今夜突然到访，可是副统领之子的病情有了新的转机。是千金台的涂二爷带来了一名医者，副统领想要把他留在府中，可他们的一位朋友却突然赶到，将他们带走了。后来呢？他们离开副统领府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离开了副统领府之后，便遭遇了刺杀。刺客是谁？刺客共用了6柄刀。男绝刀鬼许流云。是的，我不敢离现场太近，只是远远的观察，看见那名医者似乎受伤了，好像从一开始，刺客的真正目标便是他。一位能杀死刀鬼的朋友，一名能引来刀鬼刺杀的医者。你说涂二爷是请他们去治病的，他们来自哪座药庄？明丞相的鹤羽药庄。知道了。
你的狼被我吃掉了。凭什么你的虎能吃我的狼啊？虎能吃狼，不是很正常吗？狼都是一群一群的，你的虎都是一头一头的。所谓双拳难敌四手，你孤虎难敌我群狼。群狼何在啊？在这儿。这也行啊？这不行吗？啊，我死掉了。师傅怎么还没回来？放心吧，有我们苏家主出手，那什么副统领的府邸还不是随意进出。行了，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我给你补上一卦。你算卦就是抛钱币看正反，能准吗？百试百灵啊！苏沐雨没回来，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我记得当初在天启城的时候，有个人可是急得要死哦。今时非往日，宇哥那么厉害，用得着我这无毒无用之人担心吗？我看啊，还是那个什么副统领更需要人担心一些吧。不对，你又开我玩笑。如果是我的话，你会担心我吗？哦，我的意思是，我可是你家主啊。我只恨我现在用不了毒杀掌，不然我一掌拍死你。就你还家主？不急。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苏沐雨，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成河，我无法背叛大家长。愚蠢！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我会为你铺好路，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恩情？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对于我而言，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他给我们庇护，我们为他杀人。所谓的家人，不过是虚伪的说辞。苏沐雨，哲叔就在外面，若我们一起动手，你还能活下去吗？若哲叔与你联手，我自然不是对手。但凡事总要一试。你要是说得通，你就不是苏沐雨。我真傻，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慕白，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就是我给你的。哼，咱们都是同族，就该互通有无。谁跟你是同族？苏长河，你给我等着！
成河，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我也一定要拿到灭棱剑。所以，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苏沐雨，你去做暗河的魁，以后成为大家长，统帅3家，而我留在苏家，继承苏家家主之位。这马车真有意思啊！如此之大，却能行驶平稳；如此之重，却能日行百里。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能不有意思吗？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他便死了，生病死的。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我不会得病死了吧？神医多虑了，你可是神医呀！暗河之乱已经开始，不出10日，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涌入天启。成河，或许这一次，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要带他回去吗？不必了。都快死了，17号，欠你一只手，还你一条命，算你赚了。多少暗涌的情绪，不舍的衬托，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哀痛的17号，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私逃出来寻你，我来接你回家。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有家人等候便是家。你弟弟还在哪里？如同宿命随波蜿蜒去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为一点光倾尽颜色？辗转悲欢离合，恋恋不舍，思念在夜里醒着，心不由我，情字总无法逃脱。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
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各家主唤我们回去。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为一点光倾尽颜色？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待会儿时辰一到，你们就会前往鬼哭渊。每组10个人，只允许留下1个。第一组86号、18号、74号、42号、34号、26号、17号。第一组的最后一位，63号、63号。谁惹了木秋兄啊？生这么大的气！穆子哲，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你这般行事，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我可不敢。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职责？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这是3家都默认的。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等他们情深意重，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再让他们自相残杀。合作在一起，不要走散了。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全都来了。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我们剩下的再斗，还有几分生气。那便来吧。八戒阵，刀剑合十，攻守戒备，决一切生机。要生死战，唯有一途，一二入局。我威尔。要破8节阵，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我们2个同时上，算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来。
有生于世，像残风冥冥中汹那我走了。回头望云都乱岗，闭上眼，月暗之上，后阵正好。夜里长空，等空出世，扭转乾坤。黄云小子林根深，走在我脚下，我不寻根。借一生不爱也不恨，经历穿越大河，众生一夜的人满人恨。你留了珊瑚中身份，请忘记我是谁，因我也是我们。三五一生，世界将我之群像，向这里出滔滔，而雷不我东风起，此反风云，比天真高，江州北风霜，凛凛千万斤，一流水沙背负大江，行了几万里。刀光剑影出鞘，一拨好人仰天长啸，手如履薄冰，谁担起恨命，传至光明，无悔脚下不胜缕。只剩我们2个人了，所以，你疯了吗？你这疯子，停下来！我跟你说过，你的恩情，我迟早会还的。我不需要你还。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暗河的规矩，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成为3家之人。你若不成我的情，我们2个人都得死。一定会有办法的。我去和他们说，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你太天真了。你把手放开！你把手放开！只要足够强，便有资格天真。谁醒了？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到
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邪魔外道，无尽无身。我们是邪魔外道，难道你们要修仙人家不过是些魔障，看我一剑斩了你们！不好！大家长，人在虚弱时，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做噩梦是正常的事。大家长不必担心。大家长可还安好？毛头，是。神医啊，你此生救过多少人？这我哪里记得得？加上唐二老爷，我此生杀过832人，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我杀过的人。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会拿起手边的剑，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都不会有任何区别。但这一次，当我拔剑的时候，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不会的。哎呀，坐了许久的马车，累了。小长伙，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追得上。大家长此行北上，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按照他的手段。老爷子有没有事我不确定，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定是要被他清算。所以在我这儿，大家长必须死。然后呢？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让他见见几个故人，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驾！
昌黎，宇哥，好久不见了。昌河派你来的？啊，是大哥让我来的。他说让我拦住你，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可我杀过这么多人，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若我想杀你，你早就死了。宇哥，老师，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放在我的身上，我可不敢当。苏轼先生，许久不见了，苏沐雨。昌河为了拦住我，居然把你也请来了。不必怪昌河，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想此事之后，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顺道下一局棋。我在赶路，没有时间。若有机会再见先生。回到暗河，我定去藏书阁拜会。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昌河或许会杀了我。先生来此，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这一次，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我听昌河说，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他当上苏家家主，你当上大家长，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那他有没有说过？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沐雨，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可这问题没有答案，只有选择。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准确的说，我们都是家人。昌河那样的人，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可如今我是魁，我的父亲曾教过我，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先生您也说过，没了承诺，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你很聪明，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先生，你败了，告辞。
宇哥，你赢不了的。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这是个必死之局。即使死局，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他想改变暗河，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而应有光明。和我们联手吧。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你执掌暗河，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成为苏家家主。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宇哥，抱歉，我有我的选择。大哥说了，若你拒绝，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他都会杀死，包括你，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沐雨，道阻且长。行，则将之。驾！先中毒，再解毒，以身试毒。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了几张银票，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自然是不愿意啊，我又不傻。不过我有一个办法，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但同时又不会死。什么办法？移魂大法。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就能和他无感共识，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我初听到此门功法，还曾感慨，这哪里是医术，分明是邪术。确实，医者行医，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我可以试着不去看。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届时只要我想，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我想试试。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效保护，你那么有信心？哎呀，我派人传了封信，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是可以与司空长风、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唐灵月，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
护送大家长离开。快！是。难得有片刻喘息，又要赶路逃命了。等你治好我，便无人敢来了。找到你们了，暗河。娄虚真，你是唐门的人？唐门，唐连月。唐连月，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我要找的人不是你，你们大家长在哪？我要见的。纵然你是玄武使，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该如何呢？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留你在此处断后，与我说这么多，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想走？接。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荧惑纸蝶和幽冥珠，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我不喜欢这个代号。小伎俩，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你毒丝偷袭，我就不会发现吗？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不过，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童子点灯，阴魂索命。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穆家穆英真，你敢与我动手，是想叛离暗河吗？是吗？可我得到的消息
是你暗算大家长，意图谋反。我来此杀你，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你确实没有资格。当年本该是你去的，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按照我的计划，他们应当都要死掉，可他却被你救。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你必死无疑。实在没想到，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如今的朱影首领魁，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舍不得对孩子下手。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是吗？不可能！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但可惜，你便是其中之一。别怕，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你再动，我便只能杀了你。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我不想杀人，即便你是暗河的。哦，
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舍不得动手呢。傻瓜。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九江琵琶亭，唐门唐连月，3道暗器名扬天下，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中了你的媚术。媚术？什么媚术？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坊间倒是有传说，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至于是哪3道，还未曾听过。不必听过，你马上就要见到。别乱动！再动，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再搭上一些幽冥珠，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那便试试。